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绿色健康新人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宣称要毁灭日本的疯批怪人，以及他所发动的日本毁灭计划。1995年3月20号早上8点，日本东京地铁正迎来早高峰时期，列车内挤满了相互贴贴的社畜打工人。身为电通员工的板垣先生，此时正乘坐日比谷列车前往公司总部。跟往常一样，板垣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拿出报纸阅读新闻头条。然而这天，他刚看了一会，就感觉视力模糊，看不清文字。板垣知道这并不是自己读多了导致的，他感到很奇怪。不久后，他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他以为是油漆工带了油漆上车，还狠狠地吸了2口确认，而没想到这股劲比传统香烟还大，很刺鼻。他开始往后面车厢行走，刚走没几步，他就发现之前的车厢有人倒下了，而且翻着白眼，口吐白沫。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咳嗽、恶心、倒地。乘客们意识到大的要来了，你推我赶的逃到后面车厢。列车在下一个站台停下后，一位自告奋勇的乘客捂着口鼻找到了气味源头，发现是几个用报纸包裹着的袋子，他一脚把其踢到了站台处。结果不久后，这个站台内就有4人死亡了。这几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没有乘客知道，更没有人知道，此时东京地铁的3条线路共5趟列车上都存放着相同的袋子，成千上万的乘客正面临着致命威胁。这些袋子里的东西原本是为了毁灭日本而准备的，而计划这一切的人，则是你眼前的这位流浪汉般的疯批麻原彰晃。讲到他，就不得不提他背后的奥姆真理教了。这是一个1984年成立的新兴宗教组织，教主正是麻原彰晃。此教派混合了印度教、佛教、基督教等等，纯纯的宗教大杂烩。跟许多邪魔歪道一样，教会信奉末日论，宣称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核战争会把世界推向和平。那么如何挽救呢？教主麻原说：“让我来。”教会的主神是湿婆，是解脱灵魂的集合，意为最高意识形态。麻原宣称自己是湿婆的弟子化身，是唯一获得了解脱的人，只要追随者听从他的指示修行，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神力。而这里说的修行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修炼瑜伽。一开始，奥姆真理教只是一个教授瑜伽课程的瑜伽班。麻原说自己通过凡人修仙，已经获得了灵魂出窍、水下呼吸和空中漂浮等超能力，还出了一本名叫《超能力的秘传养成法》的书籍，甚至把自己空中悬浮的照片刊登在了报纸杂志上。从他的反重力头发可以看出来啊，他的屁股一定很疼。虽然一眼钉甲，但还是有很多对神秘学感兴趣的大聪明被深深吸引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瑜伽班收获了第一批学员。1987年，他把这个瑜伽班改名为奥姆真理教，并且远赴喜马拉雅山，说自己是唯一在这里修仙成佛的人。他开始大力宣传自己的教义和末日论，鼓吹加入奥姆真理教可以挽救人类，并希望粉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宗教国，也就是传说中的极乐世界香巴拉。对此啊，你们小小的脑袋可能充满大大的问号。这种东西都有人信，脑袋装满大便了吧？这个其实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80到90年代正是日本企图把欧美干趴在地上的黄金时期，那时的股价暴涨，房价起飞，人人都想一夜暴富，大部分人都沐浴在泡沫经济之中，无脑追求金钱和物质。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年轻人非常讨厌这样的环境，他们压力山大，无法适应社会，对未来充满了绝望。他们想要追求精神上的真正幸福和富有，那种超脱现实、寻求精神力量的途径，正是他们所向往的。再加上90年代世界末日论的兴起，让许多人对社会感到不安和不满。而与此同时，教主麻原却大力宣扬，只要加入教会就能获得解脱，解决所有问题。这使得奥姆真理教对这些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教徒人数不断增加，规模扩大。巅峰时期一度超过2万人。当然，不是你想入教就能入的，你必须捐出自己的财产，跟亲人断绝联系，并尽量跟他们住在一起。如果你打算背叛逃跑的话，他们就会处以私刑、绑架囚禁、威胁家属，甚至杀人灭口。另外，教主麻原还会以切身修行的名义对女教徒实施性侵。他在教会里有上百个情妇，经常开启后宫模式，在一个房间里同时召集10多位女教徒开多人营趴。享不尽的女人和金钱让麻原成为了教会里的独裁者，而他的下一步计划是获得权力。
这也是教会发生转折的地方。马原认为必须获得政权才能扩大教会的势力，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政府的宗教团体认证，并组建了真理党，参加了1990年第39届众议院议员选举。那么理所当然的，他们落选失败了，教会的5000万日元竞选押金被没收，多名教徒离团。马原宣称这一定是委员会操纵了选票，是政府的阴谋。从这时开始，他就对国民产生了怨恨和敌意，并发表了反社会和反国家的言论。他想要推翻日本政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奥姆真理国。于是他决定对日本政府踏开。奥姆真理教的总部位于日本山梨县的九一社村，它表面上是一所宗教会堂，但背地里其实是生化工厂。在1990年竞选失败后，麻原就下令在这里秘密培育生化武器幼毒杆菌。他打算利用西风把幼毒杆菌孢子传播到日本各地，进行日本毁灭计划。Well， 这么说了，这个计划很完美啊，恐怕也只有修炼成佛的麻原能想出来了。可行性应该不输给蓝系人穿比基尼跳军礼太美吧。行不行不知道，反正他们自己先不行了。由于他们幼毒杆菌的培育技术实在太拉了，细菌活性太低，他们一共发动了3次幼毒杆菌的生化袭击，但都失败了，而且还引起了日本警方的强制调查行动。他们的生化武器培育计划被迫暂停。不过没关系，他们还有更疯狂的后备计划。1991年苏联解体后，麻原开始把教会势力向俄罗斯扩张。他们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装备，宣称要开发邪教武器，比如 X 射线武器、等离子武器、不明飞行物以及核武器等等。哎呦，这下不仅日本怕了，恐怕连美国总统听到都被吓萎了。当然这些都没研究出来，他们最终只研究出了如何仿制 AK-47。想来想去，最后他们还是把重点放在了生化武器的研制上。不过这次他们还真搞出了一点东西，比如合成了 LSD 致幻剂、冰毒和可卡因等等，并利用毒品对教徒进行洗脑，让他们难以脱身。更骇人的是，他们还成功合成出了沙林毒气。沙林最早是2战德国研制的一种化学毒剂，对神经系统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它的日本毁灭计划是这样的：合成70吨沙林，把其投放到东京市内，进而毁灭日本，重建奥姆真理宗教国等等。70吨，它不会是多打了一个0吧？为此，他们还专门建造了一座大型化工厂，从澳大利亚等国家购买了最先进的设备进行生产。但由于教徒们都没有学好数理化，生产过程中多次发生事故，导致他们最终只生产了30多公斤沙林就被迫停止了。个十百千哦，原来是多打了10个0啊！他们的这个日本毁灭计划可以说失败了，当然它也不可能成功。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报复日本政府的行动，为了让日本首相尝一尝我麻原彰晃的神力，他们决定发动生化袭击。1995年3月20号早上8点，正值打工人上班通行的高峰时期，他们派了8名教徒，分别进入了东京地铁3条线路的5趟列车上。为什么选择这5趟列车呢？是因为他们最终都会经过霞关站和永田町站，这是日本政治机关和首府总部聚集的地方，是日本的政治心脏。把这里绝了，日本政府肯定会元气大伤。按照计划，每趟列车上分别有2个教徒组成一个袭击小队，他们每人携带2包总计0.9升的沙林溶液上车，用报纸掩盖住，避免被人发现。随后在到达车站之前，用事先磨好的雨伞头戳破袋子，并迅速下车逃离车站，乘坐同伙的汽车逃跑。车厢内的沙林溶液很快蒸发到空气中，并向其他车厢扩散。正常的沙林是无色无味的，但由于他们研制的溶液不纯，使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恶臭。一些乘客闻到后开始呼吸困难，倒地抽搐，口吐白沫。其他人见状惊慌失措的逃避，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有工作人员用拖把来清理地上的沙林溶液，导致沙林气体在车厢内迅速蔓延。而高峰时期的地铁十分拥挤，乘客们难以逃离，使得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吸入了沙林毒气。最终，这场袭击共造成了14人死亡，6300多人受重伤，是2战以来日本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当天，东京地铁几乎全线瘫痪，交通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由于不知情，一些列车司机报告说发生了爆炸事件，还有说发生了严重传染病。接到报警后，消防队、化工队和救援队
共1300多人前往了现场。经过气体分析和实验室鉴定，他们才确定有毒物质是沙林。数以千计的伤者被送往了医院进行紧急治疗，但有很多症状较轻的人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上班去了。结果几天后，他们的症状就加重了。这些逃过一劫的受害者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们患癌症的几率大幅提高，不少人在事发数年后便死于癌症。而那些没死的人，视力、呼吸和神经系统都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这些后遗症将会伴随他们一生。事发2天后，警方很快就断定这是奥姆真理教所为的，因为1年前他们就曾发动过另一起松本沙林袭击事件，造成了7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但因为证据不足和调查不力，警方当时没有行动。结果没想到这次他们竟然来了一波大的，警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教主麻原彰晃。他们出动了2500多名警察和自卫队，对奥姆真理教的25个宗教场所进行了搜查。在其总部内，警方发现了大量步枪、子弹等武器装备，以及用于生产沙林的化学原料和仪器，宛如一座生化工厂。数百名武装特警深入内部进行搜索，在一间隐藏的密室里，他们发现了教主麻原。被抓后，教主麻原从未承认自己的罪行，说这一切都是教徒所为，别来沾边。但警方掌握的证据足以把他的内裤告穿。2004年，法院对教主麻原进行了一审判决，以杀人罪、非法制造武器等罪行判处他死刑。但由于漫长的上诉拉扯过程死刑最终于2018年才被执行。还有另外的13名头目也被判处死刑，其余的数百名参与者则被判处不同年限的刑期。由于教会的核心成员纷纷被抓，众多教徒开始逃离。事发2年半后，教徒数量就下降到不足1/5，教会分崩离析，并被政府强制解散。而国际上的许多国家也把奥姆真理教列为了恐怖组织。其实说起来这起事件的发生跟警方脱不了关系，毕竟他们1年前就发动过松本沙林袭击了，结果第2年又让他们梅开2度，只能说警方太逊了，就是逊啊！实际上有报道指出警方在事发几天前就收到过消息，声称奥姆真理教将在3月22日发起破坏性行动。而早在1月份的时候，麻原就曾在电台里说过，预计将会在1月到4月份发起宗教战争。但由于缺乏具体信息，警方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调查教会的动向。本应可以阻止的这起恐怖袭击，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发动了。所以现在他们是不是已经不复存在了 ？No， 因为他们打赢复活赛了。2000年，奥姆真理教以 Aleph 为名重组复活了。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已经跟原教会毫无关系，但他们仍然遵循原教主麻原的精神教义，并将死去的麻原称为可敬的老师。目前，该组织拥有1600多名成员，他们很少对外提及 Aleph 这个名字，只宣称可以通过修炼瑜伽来提高人的灵性，并以此来招募新成员，就是回到了奥姆真理教最初的起点。虽然他们目前还没进行过暴力活动但他们的魔怔程度已经不亚于原教主了。比如针对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他们宣称可以通过瑜伽修炼法来治疗辐射损伤，而属实是再次滑脱了。照这么下去，恐怕下次就不是生化袭击了，而是核辐射打击了。那么到底会不会出现下一个麻原彰晃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记得点赞关注，熄灯看片不迷路。这里是你的男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